今年的新能源市场还是那句话，没有卖不掉的车，只有卖不掉的价格。风云 T9 跟瑶光 CDM 是同平台的产品。瑞虎9、瑶光 CDM、风云 T9，它们都是同平台的。这个可以看作是瑶光 CDM 的廉价版本，它的预售价是多少呢？15.99000。官方在它的 APP 上做了一个小的活动，小订量达到2万的话，那这个车再优惠2万；小订量达到4万的话，那这个车再优惠2万5。今天他们又发布了新的公告，如果这个车小订量达到6万的话，那这个车再给大家优惠3万。最低配的指导价预售的时候是15.99000，那减去3万还有多少？还有12.99000。12.990的话，这个车就来到了哪个车的价格区间？那不用我说了吧？宋 DMI，它100多公里的那个续航呢，也是12万多的指导价，目前有一点点的市场优惠。那我相信风云 T9 等它上市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优惠。但是这个车它真正的竞品是谁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啊。你一开始可能觉得这个车它是瑞虎9的原型车，其实不是的，这个车实际上是瑞虎8L 的原型车。瑞虎9的混动产品呢，依然是3档 DHT 的那个风云 T10，这个风云 T9是瑞虎8L，只是在油车上面它还没有上市，跟瑶光的 M3X 平台它是一样的，只是从瑶光的 M3X 平台上做了一点点的减配，把3档 DHT 减配成了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单档 DHT。这个单档 DHT 呢，相对来说更稳定，也更受市场的欢迎。比如说比亚迪，它全家都是单档的1CVT。你要说技术路线嘛，你要说技术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呢，比亚迪那个简单一点。但是为什么简单的能受欢迎呢？因为老百姓心里觉得简单的可能会稳定一点。比如说用的增程技术，那增程技术它就没有什么技术，纯粹是拿一个发动机来发电，驱动这个电车去行驶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单档呢也是这个向市场妥协的一个产物。那这个车呢，你看它的尺寸比银河 L7大1圈，比宋 Plus、比宋 DMI 都大1圈。所以说它的竞品我们怎么分析呢？我觉得它的竞品目前还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车它还是有7座的版本的。你要说比亚迪家哪一个车是带有7座的？那唐是带有7座的，唐的最低配17.98万的那个配置，荣耀版它是默认带7座的。风云 T9是选装7座的，尺寸呢比唐小一点点，介于宋和唐之间，介于银河 L7和唐之间，所以说它的定价比唐低一点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你实际看下来，它比唐低了好多好多，对不对？你再对比宋呢是1.5升的发动机，这个是1.5T 的发动机，它在高速上对于避免失速这一块呢，它更有保障。失速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你在高速上开得特别快的时候，发动机动力跟不上导致的。那这个车1.5T 的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有保证的。我们再来具体看一看这个车子啊。首先吐槽一下，我就不明白奇瑞的领导怎么那么喜欢蓝色。最近的几款车，新纪元 ES、艾瑞泽8、瑶光、瑞虎9、风云 T9全部都搞这个蓝色。这个蓝色我不能说它难看吧，反正我觉得在大众选车的时候可能不太喜欢这个蓝色吧。该吐槽的咱要吐槽，那咱们把镜头推近一点，给大家表扬一下这个车什么呢？这个车的轮毂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。我们来到这个车，看地柱这个位置做了一点小小的造型，我觉得还是蛮新鲜的。跟瑞虎9啊，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，不像瑞虎9那么的端庄。实际的尺寸呢，可能也比瑞虎9小那么一点点，因为毕竟瑞虎9它的尺寸可是比唐还大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车直接是有第3排的，第3排座位是给你选好的啊。这个展车是顶配的，预售价格19.99000。目前板上钉钉的是，正式发布的时候，这个车会降3万块钱，那就是16.99000。16.99000的话，连唐的最低配都比不上。但是它跟唐一样有7座，轴距呢只比唐短那么一点点，然后长宽高呢跟唐差了一点点，但是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。所以说，你说这个车如果是跟宋是竞品的话，那我是不太同意的，因为宋它没有7座，唐是有7座的，只是呢。因为价格的问题，它做的要比唐稍微小那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比唐小一点，跟宋的价格差不多，然后又给大家提供7座呢，只是在丰富这个混动市场，给大家更多的选择。你以前在10几万市场上想选一个专门的混动平台的车子，那基本上选不到7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比亚迪大家都知道，很多车子都有油改电的，还有人吐槽的筷子悬挂。比亚迪呢一直在底盘这一块呢不下功夫，在平台这一块不下功夫，但它的3电呢研究的是非常的透彻的，彻彻底底的。因为这个车是风云 T9的顶配呢，所以说它的配置还是非常的丰富的。在很多星途的车子或者在奇瑞的车子上缺失的 HUD 呢，这个车是有的。但是就像我的一个观点呢，我觉得在车上用 HUD 可有可无，毕竟驾驶员离挡风玻璃这么近，它 HUD 能显示的东西在这小屏幕上都能显示的。如果你让我推荐风云 T9买哪个配置呢？我更推荐买
顶配以下的中间2个配置。那这个小屏幕呢放在这里了，很多粉丝不是在评论区说，哎 ，ET 那个在上面不好看吗？那这个车就在这里的，而且屏幕是方方正正给你放在这里的，上面显示的信息也是非常丰富的。中间呢15.6寸的大屏，这个操作界面呢，它跟星途、星际源啊，跟瑞虎5系列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操作呢，我觉得它流畅度还可以。前2天我实话说啊，我体验了风云 A8 那款车子，风云 A8 那款车子目前是奇瑞全家，包括智界 S7 语音指令做的最好的一个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你可以同时说很多内容，然后再让它导航，它可以边打开导航边控制其他的东西，然后你还可以说在途经点上给我添加一个充电站。我的新纪元 ES 它就没那么智能，智界 S7 我也试了，没那么好用啊。这个屏幕呢，它的界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看。但是呢，比风云 A8 的要好看一点。希望呢，这个语音实际操作下来呢，能像风云 A8 一样流畅。那我们来看这里啊，首先是怀档，镜头呢推不推进，我觉得都已经意义不大了。奇瑞现在全家推怀档，这个是 DMS 驾驶员疲劳监测，这边是控制雨刮器以及大灯的，这个一摁是喷水的啊。然后中间呢，这一点要跟大家讲，这里主驾驶是有无线充电的，然后这中间呢带有实体按键，这个镜头要给大家推进一点，这是咱们风云 T9 给大家的一个小惊喜，驾驶模式的切换，双闪在底下了，不在头上了啊。然后一键空调，空调 AC， 一键橱窗，然后后视镜加热，后挡风玻璃加热，混动 HEV 模式，这个才是你想要的这个车子，对不对？很多车友就讲，哎，这个车子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子新能源啊，它不给你实体按键了，那风云 T9 给你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来到第2排，刚才大家看到前排是我正常的坐姿，这第2排的座椅它是电动，因为是顶配的，所以是电动可调的，看到没有？我可以往后调，这是调到了第2排的最后。做一个最不科学、最不严谨的测试方法，1.8米多的身高，2拳的位置，足够你家用了。一家5口人，或者说你一家7口人，不可能全部都1.8米以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座椅的靠背也是电动可调的，看到没有？而且调节的角度非常的大。我现在呢，看看能不能进到第3排去啊。一般情况下进第3排呢都是在副驾驶进的，那我们把镜头直接拉到这边来吧，转一圈，反正这个车大家也没有见过，多看一遍就是提前欣赏一遍嘛。我看有没有一键放倒的按钮啊，一键折叠，一键折叠。我好像没有看到，因为这里看到了一键折叠，看到一键折叠了。那兄弟们看这个肩膀上面有一个一键折叠的按钮，我把它一键折叠，然后我们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一键折叠的时候，它先把前面的座椅往前推，然后才折第2排的座椅。以我的身高坐到第3排，给大家来做个简单的体验啊。你折快一点，这速度也太慢了，还没我手动快呢。哦呦，还能掀起来了啊！好了，现在可以进去了。那我们坐到第3排呢？说真的，小凯这个身高坐第3排就非常的挤了。不过呢，好在第3排的座椅可以调节一下这个靠背的角度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个推上去，做一个1.6米身高的人。1.65米、1.7米以下的还是可以的，像我这身高坐第3排就不合适了。你要把第2排座椅使劲往前调，也就是第2排的空间要牺牲的比较多了。好了，我来下去跟大家讲一下第2排的东西。其实第2排这个车还是值当的，说到的，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啊。这个车的第2排，那一键给它放到后面，我觉得到时候低配的可能这个中控呢是手动的啊。坐到第2排上面呢，坐到这里给大家讲什么呢？这个顶配的它是带有第2排独立空调的，看到没有？是可以控制的。新能源 ET 都没有，上次我发视频都吐槽了，30多万的车没有第2排独立空调的控制按钮。这里看到有没有？带有这个空调出风口，不像瑞虎9那么丑了，对不对？第2个惊喜跟瑶光一样，壁柱上也有。哎，你受得了吗？10几万的车子，第2排的空调给你配这么全，座椅也是那么的全。19.9万的预售价，然后预测降3万，16.999万，你能想象的配置它都有了，什么8155芯片那些乱七八糟的。而且呢，这个中控啊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中控呢，我实际体验下来，它做的是比瑶光、比凌云那些要窄一点的，比虎9那些要窄一点。你不都说碰腿吗？那就给你做窄一点就是了。而且这个车第2排还有老板键，反正可能不是全系都标配啊，但是这个车的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在这里的。你要说这个车上市之后的销量怎么样，它能不能跟宋打一打？我觉得肯定打不过宋，因为大家买比亚迪就像早些年买合资一样，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的。再比如说你要去打一下比亚迪唐那么打动，我觉得最终的销量肯定也是打不过，但这个车的销量应该也不会很拉，毕竟这个定位这个定价在这里放着。这个车的整体的内饰的感觉呢，
跟瑞虎9是比较相似的，但是呢，毕竟是瑞虎8L 的兄弟产品，比风云 T10小了一点，所以说有些东西没有瑞虎9，承载空间那么的大，但是真真正正的不比唐小很多啊。兄弟们，我觉得既然官方敢玩这个游戏的话，那它可能它的降价是没有底线的。不如兄弟们，你买不买？先给它冲小定，冲到4万，冲到4万，如果还没有正式上市的日期还没到的话，看看官方敢不敢再说，冲到5万再给你放5000，这样的话也算造福中国老百姓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把这价格给它打下来，干成11.99起。当然，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。